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舞台上，有些作品在诞生之前就已经背负了过高的期待。启然正是如此，这部尚处于筹备初期的年代题材作品，甚至连完整演员阵容与详细剧情都尚未公开，却已经成为观众与业内热议的焦点。原因并不复杂，谭松韵，一个在过去10年里以少女感闻名的演员，如今站在35岁的门槛上，试图迈入完全不同的表演领域。这不仅仅是一部新剧的诞生，更像是一场公开的自我革命。观众在期待什么？他们在等待一个答案，他真的能变吗？谭松韵的成功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建立在一种极为稀缺的特质之上，自然、真实、几乎没有违和感的少女气质。这种气质让她在无数青春题材中如鱼得水，甚至被誉为少女感天花板。她不需要刻意装嫩，也无需过多修饰，那种轻盈与灵动仿佛与生俱来。然而，时间从不为任何人停留。当观众开始意识到演员与角色年龄之间的差距时，这种曾经的优势逐渐转化为一种隐性的压力。不是他演得不好，而是观众开始问：星号，他还能演别的吗？星号，这才是真正的危机。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。在我的山海中，他曾经付出巨大努力，减重、素颜，深入体验工人生活，试图塑造一个更接地气、更成熟的女性形象。从表演方法来看，这种沉浸式体验是值得肯定的。然而，结果却并不理想。观众的反馈冷静，甚至略显残酷。有人认为角色缺乏真实的生活重量，有人指出她的气质仍然过于干净，难以承载中年女性的复杂与压力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也许不是努力不够，而是星号表达层次的不足。星号，成熟角色不只是外在改变，更需要一种由内而外的人生痕迹。如果说过去的尝试只是试水，那么启然就是一次无法回避的正面突围。年代剧天然具有更广阔的叙事空间，人物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的成长轨迹，为演员提供了完整的演技弧线。这类作品也更容易进入主流奖项的视野。但机会从来与风险并存。2026年被业内称为年代剧爆发年，超过30部同类型作品密集上线，竞争空前激烈，观众的审美也在不断提升，不再轻易被流量所打动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启然不只是一次尝试，而是一场必须成功的战役。过去的谭松韵角色大多干净、善良，甚至略带理想化，但真正打动人心的角色往往并不完美。启然如果想要成功，角色必须具备真实的矛盾感。他可以犹豫，可以自私，可以犯错，甚至可以失败。观众不再满足于好人设，他们更渴望看到一个星号有血有肉的人。星号。当角色开始不完美，表演才真正有了深度。在观众的记忆中，谭松韵的情绪表达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。她擅长用细节打动人，比如一个眼神的闪烁，一次轻微的停顿，一句语气略微变化的对白。这种方式在青春题材中极具感染力，但在年代剧的叙事体系中却显得不够有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年代剧的核心从来不是个人的小情绪，而是人与时代之间的正面碰撞。在启然中，人物所面对的不仅是情感困境，更是社会结构、命运选择与现实压力的多重挤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情绪如果依然停留在克制但柔软的层面，就会显得缺乏穿透力。真正的突破是从表达情绪走向释放情绪。它需要在关键场景中让情绪具有爆发点，不是简单的提高音量，而是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压抑已久的能量突然冲破边界。例如，一场沉默后的崩溃，一次理性被击碎后的失控，甚至是一句冷静到极致却带着锋芒的台词。更重要的是，情绪不应只是结果，而应该成为推动剧情的力量。当角色愤怒时，不只是表现愤怒，而是让愤怒改变他的选择。当角色痛苦时，不只是流泪，而是让痛苦成为他转折的起点。这是一种从演给观众看到角色真实发生的转变。
一旦完成这种跃迁，观众将不再只是欣赏他的表演，而是被卷入角色的命运之中。很多演员在面对转型时，第一反应是改变外在，妆容更深，服装更沉，表情更少，试图通过视觉符号来传递成熟。但观众其实很敏感，他们能轻易分辨出这是装出来的成熟，还是真正生长出来的气质。气质的本质是长期经验在一个人身上的沉淀。谭松韵过去塑造的角色，多数带有轻盈、亲和，甚至一点点天真的底色。这种底色本身没有问题，但如果在起燃中依然延续，就会削弱角色的可信度。真正的挑战在于，他是否能让观众相信这个角色经历过时间的打磨。这种打磨感可以体现在很多层面，比如说话的节奏更慢，但更有分量；眼神不再频繁流动，而是带有判断与审视；面对冲突时不急于反应，而是先压住情绪，再选择回应。这是一种控制力的体现。此外，还可以通过留白来建立气质。不是每一个情绪都需要表达出来，有时候越是不说，越能让观众感受到复杂。真正成熟的角色往往不是最外放的那个，而是最难被看透的那个。当他能够在镜头前收住，让观众主动去解读他，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时，这种气质就成立了。这才是比变老更高级的转型。在影视行业中，所谓转型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，它更像是一场高风险的博弈，你必须放弃已经验证成功的路径，去尝试一条没有把握的新路。而这条路可能通向更高的位置，也可能直接坠落。启然之于谭松韵正是这样一个节点。过去10年，他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观众认知，自然、舒服、少女感强。这种标签让他拥有极高的辨识度，但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道边界。问题在于，行业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阶段。当观众开始审美疲劳，当市场对角色类型提出更高要求时，原本的优势就会逐渐变成限制。所以，启然的意义不在于再成功一次，而在于是否能重写规则。如果成功，他将完成从类型演员到角色演员的跃迁，不再被某一种气质定义，而是可以根据角色不断变化。这意味着更长的职业生命周期，以及更深层次的艺术认可。但如果失败，后果同样现实，观众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只适合某一类角色，未来的选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。更残酷的是，观众往往不会记住尝试的勇气，只会记住结果。然而，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，这场转型才充满张力。我们所观看的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成败，而是一个演员如何面对时间、标签与自我限制的过程。而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结果本身，而是他是否敢于在关键时刻选择重新开始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对启然充满期待，或者对谭松韵的转型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你认为他能成功突破吗？还是会再次陷入转型困境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以及订阅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带来更多深度影视解析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